一个政治家可能会希望在历史留下名气，不过我们期许自己是制酱家，然后为世界留下一点香气。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叫完整一个食材的旅程。所以从黑豆，然后变成一罐酱油，然后再从酱油变成料理，这个一个完整的旅程，我们才有办法跟我们的消费者完整做一个连结。And if you really wanna smile, I'll come on over in a while. I get you dizzy on the fizz. I think of everything there is. So don't be putting on the lights. We'll get the music playing all night long. Why don't you stick around a while? If you really wanna smile, and if you really wanna dance, oh, come on over, now's your chance. I get you swinging to the sounds. I get you grooving all around. So don't be kicking off your shoes. We'll get the music playing all night long. Why don't you stick around a while? If you really wanna smile, and all you gotta do is smile, baby, and take those blues away. Come on and make me smile, baby, and everything's okay. If all we do is smile, baby, and everything will work out fine again. Smile, baby, for me.小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会觉得，为什么我们家是做酱油？因为做酱油真的是很累，然后又占据你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小时候你可能有些同学要约出去玩啊，还是什么，可是我们必须被叫回家，然后进行各种不同的小工作。虽然没有很出众，但是其实它就会让你没有办法过着跟其他小朋友一样的生活这样子。那其实做酱油过程里面，我们其实是很想要逃离这个地方，因为假日的时候不能跟同学出去玩，然后又有一大堆器具要清洗，我都开玩笑说我们像灰姑娘一样，怎么那么多东西要洗这样子。就是当时候我会觉得，我为什么出生在这样子的家庭啊？就是这不是我要的生活。而且那时候其实因为我们爸妈那一辈的，我们从小看到大，其实看到怕了。一通电话说啊，我要5打酱油，然后我们在交流到我们要溜下来，然后回到家再贴酱油，然后贴完酱油再包装，然后再送到人家家去。其实这些大部分那些订单，以前我们都是小吃摊，他就会跟你讲说，如果你今天不送没关系，我就叫别人的，以后就叫别人的，对啊，就会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就是硬着头皮，就是不管怎样还是要送到。酱油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可是其实我在做的过程里面，我还是会被我爸某一种状态所感动，只是一直以来没办法理解，是直到我当兵的那一年，我就无意拿起了一本书，那本书叫《天地有大美》，那里面开宗明义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庖丁解牛那个过程，那就是一种美，就是美不见得说一定要到画廊，或者是要到剧院你才感受到美，而是你对于每个当下有没有知觉。你如果有知觉的话，然后你察觉到那个专注，那个就是一种美。
那我理解了，就是我爸感动我的正是那一份专注，那专注就是一种美，那所以就不断的去记录，然后最后衍生出一种美感的体验。我们2个可能回来的理由不太一样，他可能是比较心甘情愿，但是我是一开始就是心不甘情不愿回来，所以我回来之后又出去又回来，所以来回2次。那第2次要回家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讲说，你要找到一个方法，可以跟你自己的家乡可以相处，然后跟你的产业相处的方式。17年那时候就默默也不是默默，就是有先征询过家人的同意之后，把酱油寄到欧去做那个比赛，就是那个 ITQI 绝佳风味评鉴比赛，那真的得奖了。得奖之后，我们就真的飞到布鲁塞尔当地去做领奖。台湾也就4个品种可以谈，一个是台南5号黄人黑豆，台南3号青人黑豆，接下来是这个满洲原生种，一个是宜兰老豆，好，所以不同的豆子出来的风味都不一样。我种黑豆也好几年了啦，刚开始那1-2年真的是很不好，而且没有人教导，你就是自己摸索。也还好，改良场的林博士教我怎么种。种到第3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做了7公顷到8公顷，在这当中，农会的啦、农粮署的一些人员就说如果你有这个成果，是不是说请一个那个厂商来收购你的黑豆？我的朋友介绍我说，西螺有一家酱油厂，没有很大，他爸爸的人很好。然后一开始他就用很高的单价跟我买，我的心理想法是说，不要我一个人受力而已，我希望你也受力，我也受力，你有成长，我才会跟着你成长。我也很佩服他这样子的一个厂商，这样一个很好配合的厂商，真的是感谢他了。如果说单纯做酱油来讲，我觉得当然黑豆这个原料这个东西其实最重要的，然后水质其实也很重要。我们现在品质上黑豆买的品质其实都很好。那我觉得除了原料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做当下的那一份心情是什么？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把自己当成一个职人，在努力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那个意念会灌注到酱油或者是料理里面，那吃到人可能就可以得到这些，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在品质这一块，只要是酱厂对于酱油的风味、口感有所追求的话，到最后大家都其实会在某一个 level 上。反观来说，我觉得更关键的是你在做服务这件事情，或者是怎么做出那个区隔化。那区隔化的部分，其实我们家会投入那个食农教育，来的人不管你要不要买，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小孩，我们一律都会告诉你们的酱油是怎么制作的。在文化的部分呢，我们是很期待说，可以不断去收集每一间酱厂的酱油的故事。那有没有机会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平台？那未来可以让消费者他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去了解他可能自己想要的风味。当今天消费者他可以知道自己喜欢的酱油风味的时候，而不是用价格来选择酱油的时候，这个产业它就会产生生态，就是可能这家酱厂它的味道可能就是有桑葚、黑色莓果的味道。然后有一些是带有香蕉气息，然后带点巧克力的味道，所以大家不会因为要做符合消费者很便宜的酱油而失去自己的特色。
简单的说，就是只要每个人都可以知道自己想要的风味，酱油产业就会很有生态。我在想哦，控肉饭其实它在台湾的历史应该不会太久，因为吃猪肉这一件事情呢，也是近代大家才有能力去把它发展一个文化。那控肉饭，我个人有人说是从东坡肉来，但这个我不太认同。我比较认同的是从福州的封肉，台式封肉或客家封肉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慢慢在演变的过程中，我个人认为呢，控肉饭是由这个封肉的系统转变成为小吃的。那我觉得在全台湾最有趣的一个转变，应该是彰化的控肉饭。因为北部或南部基本上大家在蘸这个卤肉饭到底是3层肉的这大块的还是这个类似肉燥饭的差异的时候，彰化的人是完全不会受影响，因为在南北它的这取的大部分都是五花这个部位，但是大概只有彰化会取后腿，它完全是另外一个系统。早期彰化是农业大镇嘛，那我们在做劳力的动作的时候，就需要吃米饭啊、肉来补充体力，所以渐渐的呢，从原本可能只是吃丑霸，那到后面变成是我们彰化的一个特色小吃。那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控肉饭店家太多了，每一家店呢，也许都有从小吃到大的老客人，吃的人多嘛，那从小到大都吃一样的东西，你会觉得这个是代表我们彰化的一个特色。每个彰化人都有自己心中的一碗控肉饭嘛，因为店家真的太多了。那为什么可以多出一个？我觉得彰化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你会发现比较知名的店家，他卖的时间都错开了。中午有卖中午的店家，下午有下午的，晚上有晚上，宵夜有宵夜的，凌晨有卖凌晨。所以比较知名的店家，基本上很奇妙的，就是会错开，也不是大家讲好的。可能就是这个时段你卖比较好，我不要跟你在这个时段竞争，也许是这样。我们彰化这边的做法都是先把皮跟肉分开汆烫之后，那再切成我们要的形状，那再把它组合成那个一整块肉。这样的好处是，一来它的形状比较美观一点。再来就是在炖煮的过程之中，它也不会整个烂掉、散掉这样子。我们的卤汁是用新的卤汁跟旧的卤汁下去搭配。旧的卤汁呢，就是每天我们卤完之后一定会有老卤汁。那一定要再配新的卤汁下去用，我们会再加一些调味啊、葱啊，甚至汽水啊，包含酱油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一定要用酱油去做它的基底，那再搭配我们老卤汁这样下去控的话，它的香气会比较足够，还不会有一些可能控肉控起来它就是只有色泽，它可能味道也不够，香气也不够，就是大概最大的差别，卤汁最大的差别应该就是这样。为什么这个彰化的控肉饭呢？它的筋啊、皮啊、肉啊串在一起，我们在酱油里面卤完以后，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满足呢。我觉得关键就是在于刚刚讲酱油，酱油这一件事情呢，我会说它的酱香味
是一个很微妙而且很具有乡愁性的好滋味。应该是这么说。大丰，我刚刚前面在讲到这个封肉哦，其实就我们来看，我们会分这是酒香型的卤肉法，这是浙香型或者是酱香型的。彰化的这一个，我觉得它就是标准的酱香型，那而且用黑豆酱油。台湾最有名的酱油场地在西螺，可是其实严格而言哦，最早不是在西螺，最早是全台湾很多地方都有做。后来慢慢渐渐的，其他地方的酱油开始在时间的因素之下慢慢的消失的时候，西螺因为它参加过活动，并透过现代化的传销，导致于很多人知道它，那这个地方酱油就慢慢越来越兴盛。那所以您会发觉大概是这样，会导致于西螺，当你一个行业在这边越来越受重视，那于是各家的风味就出来了。台湾酱油的传统制程里面，我们一定是用黑豆，然后一定要经过日晒。你如果实际去摸那个瓮厂的那个瓮盖的时候，确实非常的烫。那也因为这个温度底下所产生的温度，它才是台湾酱油的香气。那跟日本酱油的音量就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我会说，就是台湾黑豆酱油的日晒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习惯这样子。台湾黑豆酱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日晒的过程里面，我们是静置的。我们静置的过程里面，不搅拌，其实我们就会有所谓的糊底油。那糊底油就是你离空气越远的地方，也等于离杂菌越远的地方，它的成分跟香气就越好。每一间酱厂最关键的就是制曲，而你曲要制得好，关系到你的那个蛋白基质，就是我使用的是黑豆，你黑豆有没有煮得够好，有没有够绵密，然后没有脱皮这样子。再来就是你温湿度要控制好，那你曲只要发酵得好，未来在酿造的时候，蛋白质转换成氨基酸的那个鲜味跟香气那一块，它可能就会变得比较丰富一点。像很多人一定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台湾的酱油的盐水的比例只要不一样，就会完全产生不一样的风味。台湾大致上可以分成3种，一种是干式的，一种是拌水的，一种是水式的。那当然这是我们家自己的讲法。那简单的说，干式的就是黑豆跟海盐，然后拌水的呢就是一半的盐水，一半的黑豆。那水式的呢，就当然就是盐水的比例会比黑豆还来得多。那以台湾最传统的这种干式酿造，它会产生一种很特别的风味。它比较像是老菜包的味道，也有一般人会说这种就是酱缸味。那拌水的话，随着盐水比例变多，它会变成海鲜味，然后最后水式的话，很像肉的味道。那其实我们家在完成每一瓶酱油的时候，其实不同的酿造方式，它会产生不同的基调。
像干式的呢，它着重在香气的部分；那拌水的呢，我们就会着重在口感的部分。那所以我们家在做一瓶酱油的时候，就像在跟 whisky 一样的，我们需要去做一些调和。那台湾黑豆酱油的酿造，大概落在4个月到6个月之间就会熟成。这个过程里面大概有16道制成。4到6个月熟成的原因是因为台湾其实非常的湿热，不像日本，他们要1年才可能会熟成酱油。对，那酿造好之后呢，我们其实就要透过柴烧。那柴烧有2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杀菌，第二个呢就是让酱油变得更香。柴烧其实是我阿公那个年代就开始，只是其实现在大部分都是锅炉去煮，那它的效率其实是柴烧2到3倍的时间。那我们就在思考说，确实，锅炉的加热的效率确实很高，可是现在有没有人愿意用慢的方式去成就一个好的味道，然后甚至是我们传统以前有的味道？那这个是我们一直为什么60年来一直坚持柴烧的关系。可是你硬要说一般消费者吃得出来是很困难。那我的想法是每一家的做法都不太一样，那柴烧就是我们的特色这样子。那柴烧完之后呢，我们就是进行冲填，然后最后一道制成就是高温杀菌。那高温杀菌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一定用玻璃瓶嘛。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纯酿的酱油它可以放2年的关系，因为它最后一道制成，因为它是用玻璃瓶装，所以可以高温杀菌这样子。我是觉得，西螺有很棒的一个环境来酿造酱油，可是可惜的是，各家酱厂都太厉害了，厉害到没办法聚在一块。可是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要到国际打仗的话，其实应该是团体战，一个人是打不赢的。所以我其实会很期待未来是整个台湾的酱业、传统酱业是可以联合在一起，然后好好把我们的故事做一个有效的梳理。那甚至有一个职人的认证系统，产地的认证，这是我最期待的。铁板烧在我们台湾总共有大概1甲子的历史了。那铁板烧师傅的诞生大概是在70年代。那新兵铁板烧也就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家铁板烧餐厅。铁板烧最特别的是因为它的受热非常均匀，那它可以煎、可以煮、可以炒、可以清蒸，这样子做起来呢可以锁住它的原味。那其实我们奔呢是属于结合了我们的日式，跟我们的意法的摆盘的方式。铁板烧就是在于火候。那火候呢，就是在于牛排煎的这个过程，可以看到师傅的精湛的温度。那再来就是我们的炒饭。米食文化在我们亚洲人地区是非常主要的一个饮食文化，所以呢，铁板烧会再结合了炒饭这个东西，是因为第一可以增加它的饱足感，那第二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炒饭的同时，可以让客人看到，就是说，在酒足饭饱之余，还有一个互动的方式，那也是我们铁板烧最大的特色。
那我们的分铁板的炒饭呢，里面是有青葱、香菇，还有我们的红萝卜，跟我们的酱油，云林的这些黑豆酿制的酱油，其实都很朴实的味道。但是为什么可以结合出这么美妙的味道？就是一份务农精神，那也是一份最真诚的初心。我们的酱油扮演的角色就是增加它的香气与色泽，对，那可以让整个炒饭呢看起来更有味蕾的这个提升，那香气的提升都是靠这个酱油的形成，再加上一些香辛料的调配，那可以结合出很棒的味道，那这也是我们特别之处。手工传统的酱油，它其实在食安上，还有在我们饮食文化上，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那在2012年的时候，就想说，不然回来试看看，因为爸爸妈妈做酱油很辛苦，就回来帮忙，就把我们家的排程全部审视过一遍，然后就在思考说怎么排，我可以让我们的工作时间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准时。因为印象很深刻的是，因为以前爸爸做酱油，我们很常就会忙到半夜哦。对，然后觉得超级辛苦，而且那时候还要读书，对，所以，我必须把这件事情改变。那另外一个是，就是我该如何让，我们家的这个产业，这个事业有一个制度起来。当然，一开始你做一些创新的时候，他们是没办法理解的，因为他们会担心说，你这样子改会不会客人就流失了？例如，可能价格从原本的25块不合理的价格，转变到合理的，可能到150块。对，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沟通了很久。可是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会有很多客人的回馈是好的，然后也会进而跟我爸妈说，你两个囝没歹呢。这时候他们其实会改观。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讲自己好，就跟我的父母讲说我们其实做得不错，他们是无法理解的，别人讲是比较快的。我拜访台湾的酱油厂，我都会去抓一个我想要看的重点。其中有一家叫玉鼎新，它有趣的是它那个灶，它那个灶的设计啊，很有趣。它的那个出火和入火，那它的热源，你这个真的是要人工控制，它没有像那个瓦斯那么好处理哦。然后说对呀、啊，然后我们就跟他聊到煮酱这一件事情。当时我的感觉是他们是少见的父子对于酱油的开发有极高的热情。因为我通常看到的这个家族都是爸爸说了算，儿子是传承照着做。他们家是父子一起讨论。那时候他们在试各种豆子，也带我去看他制曲的地方，然后去讲到酱油的未来是什么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眼睛里面是有光的。好，那这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我觉得它已经不仅仅是生活了，它有一点像是我某一种精神向往的。那其实黑豆酱有点像是我的媒介啊，然后我只是想透过这个媒介告诉大家更多关于土地、更多生活更重要的事情，这样子。
飞雀餐桌它是以酱油为基底，然后我们去做各式各样不同的全酱油的料理。因为我们在前一段时间遇到一些销售上的困难，那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品牌跟我们的商品让消费者重新做一个连结，所以我们开始办了这样子的一个餐桌活动。那我们在餐桌上面，我们就是会结合云林的食材，甚至是2级的加工，我们是以蔬食为主。然后把不同的食材结合酱油，然后完整的做出餐桌上的菜色，然后会搭配花艺。就是餐厅的部分，只要是有趣的、有意愿想要加入的话，我们都一起来完成一场这样子的餐桌活动。在过程当中，我们会去让消费者知道每一场的活动里面有哪一些食材，然后也请生产者直接现场介绍。那我们也会在过程当中分享我们的酱油美学啊，然后我们也提倡生活的美学。那另外，西螺的文化跟制酱的文化也会在过程当中被介绍到。我觉得我们有一件事情可能做得比较好的是，我们把创新这件事情不再只是形而上，它是基于一个传统，所以我都说这样子的创新才会历久弥新。对，因为很多创新它就是它没办法接受传统的那种反问，就说这卖不卖得出去，你这样的创新符不符合成本效益这些，很多时候创新是回答不出来。对，可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是很接地的。对，我们会先了解自己家的故事，然后自己家里面的限制。我最近想要出一罐除了好吃以外，更带有议题的一罐酱油。那罐酱油叫勇气杂粮。为什么叫勇气杂粮呢？就是生产者要有勇气生产，然后消费者要有勇气消费，因为这罐酱油一定会超级贵。这罐酱油它特别的地方是它使用自然农法的豆子，而这样子的豆子呢，它的产量又更少。对我来说啊，自然农法的概念就是一切相信土地的力量。这个想法我也还在经过，我希望它是一个消费者可以参与的酱油，就是它可以来支持这种比较友善土地做法的农法。它最后形成酱油的话，它价格也很贵。可是如果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参与到这个产品里面之后，它的价格会一直往下降，这样子变成是消费者在支持这个产业。我希望做出这样子的酱油，是有一点互动性的，而不是单纯的买跟卖而已。对。